強いですね。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。你見識過貓嘅好勝心未啊？貓同狗最大嘅分別就係貓嗰種死都唔認輸、企硬一定要贏嘅自尊心啊！如果10次入面有1次輸咗俾你啊，或者輸咗俾屋企其他嘅貓狗成員，佢就會全日耿耿於懷啦。今集我哋就一齊睇下貓呢種令到主人唔知好嬲定好笑嘅好勝心，原來可以喺生活入面無處不在啊！而喺唔同背景嘅家庭入面，又會引發啲咩可大可小嘅情況呢？記住睇到最後，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。一張椅子的權力象徵。首先講下大家每日都可能經歷緊嘅畫面啊！屋企張梳化、電腦凳或者床頭啊，明明你頭先仲坐緊，只要你行開30秒咁多啦，一返到去就發現啱啱坐亂嗰個位啊，已經俾你隻貓理所當然咁霸咗嚟坐啦。佢個眼神甚至似乎想同你講話，個位不嬲都係我嘅，頭先借俾你坐一陣，依家我只係收返啫。好多人可能以為貓去爭位啊，純粹係因為嗰度夠晒暖啊。其實重點未必係個位啊，而係最後坐喺上面嗰個係邊個先。有時你隻貓根本對嗰張凳都冇咩興趣㗎，但就係一見你坐得好舒服，反而突然想霸返嚟坐，感覺就好似佢未必真係想要啊，但更加唔想益人咯。呢種模式唔單止對人啊，屋企有其他貓狗都一樣。當大狗或者另一隻貓啱啱起身去飲啖水啫，佢就會秒速補位。有啲貓甚至會玩心理戰啊，特登喺門口叫2聲咁引開你或者其他成員。一見個位空咗，佢就即刻跳上去霸位大覺瞓啦。喺貓嘅世界入面，空間同資源係直接同社會地位掛鈎嘅，所以對貓嚟講，霸位未必只係貪舒服，而係更加似係一場安靜但激烈嘅勝負之爭啊！喺佢眼中，重點唔係張凳啊，而係要證明喺呢個屋企最後成功霸位，笑到最後嘅嗰個永遠都係自己啊！絕不認輸的原始本能。貓天生就係捕獵者，呢種寫喺基因入面嘅本能，其實唔止用喺捉老鼠啊，仲直接延伸到日常玩樂入面。平時我哋用嘅逗貓棒、鐳射筆或者抌波仔同隻貓玩，以為只係同佢放電消遣下咁多啦。但喺貓嘅眼中啊，呢個根本唔係玩咁簡單，而係一場劇本殺式冇得輸嘅角色遊戲啊！所以當佢開始重心向前，瞄準準備出手嗰一刻，其實成個捕獵模式已經開咗啦。佢嘅目標只有一個，就係一定要捉到啊！亦都因為咁，如果一場遊戲最後永遠都捉唔到目標嘅，或者你突然執嘢就當玩完，有啲貓會當堂好冇癮啊，仲會繼續四圍揾，有啲甚至會帶埋嗰種都未贏嘅挫敗感去瞓覺。連發夢手腳都會係咁喐啊，好似要喺夢入面延續追翻同一樣嘢咁。所以千祈唔好輕視每次同佢玩嘅遊戲啊，無論玩逗貓棒、玩捉、玩筆都好，最好俾佢成功收到個尾。因為對佢哋嚟講，重點從來都唔係玩咗幾耐，而係喺最後嗰一刻啊，佢有冇成功壓制到對手先，對方係咪已經投降啦？呢種可能就係貓最原始、最輸唔起嘅勝負欲，冇得改㗎。不甘示弱的最後一擊。另一個好多人都應該會幾有共鳴嘅情節啊，就係每次同隻貓玩手仔嘅時候，你會發現一個幾搞笑嘅規律啊。無論你將隻手搭上去幾多次都好啊，你隻貓都一定會堅持做最後出手嗰個。夾硬要將佢隻手掌搭喺你隻手上面，如果你又即刻抽翻隻手出嚟，又再搭翻喺佢隻手上面嘅話，佢就會覺得你喺度挑釁緊佢啊，跟住就絕對唔會同你客氣啊。
秒速抽翻隻手出嚟，同你無限輪迴。喺貓嘅邏輯入面，總之隻手放喺最頂嗰個，先係呢場比試嘅贏家。佢要嘅未必係想同你開戰啊，而係一種氣勢上嘅主導權。總之最後一擊一定要佢係贏嗰個。呢種喺氣勢上絕對唔可以輸嘅心理，唔單止動手，有時仲會動埋口啊。好多時當佢整亂嘢，又或者坐咗喺你最介意嘅地方，俾你話咗兩句，佢通常都唔會粒聲唔出就範啦，點都會喵翻你幾聲，駁下嘴，話俾你知我冇認輸噶，唔好以為我錯晒。呢種反應其實都幾似青春期嘅靚仔咁，就係明知自己理虧都要頂兩句嘴咯，攞翻個彩，輸少當贏。家庭無聲的地位較量。如果係得一隻貓嘅家庭，貓嘅勝負慾好多時可能只係同你玩下心理戰啊，但去到多貓多成員嘅家庭，呢種好勝心啊，隨時會升級成一場貓界嘅權力遊戲。貓對主導權嗰種執着，完全唔會睇對方咩年紀或者咩體型。所以有時你會見到一隻貓竟然瞓喺走廊中間嚟攔路，而大過佢幾倍嘅大狗啊，反而會自動停低或者寧願兜路走啊。呢種界線有機會最初係隻狗想撩隻貓玩先，但貓一早就定晒規矩，想同我玩就要睇我頭啦，俾我打返兩下啦。久而久之，狗就係喺呢個制度下處處忍讓咯。不過現實中有啲貓都未必會咁主動爭住做大佬嘅，反而係到佢發現做開大佬嘅貓最近乜狀態病病地，佢可能先至會開始搶嘢食、霸高位、爭玩具，一步一步咁試探啊，睇下有冇機會取代到對方坐到大佬呢個位啊。對貓嚟講，從來冇話一定要經歷正面交鋒先至叫做贏。有時邊個食先，邊個坐先啊？邊個最後留喺最高嗰個位，都係一場靜音嘅較量。所以貓嘅好勝心從來都冇乜變過，但喺多貓多成員家庭入面嘅等級制度，其實反而唔係一成不變。輸人不輸陣的面子心理。除咗咩都要贏要霸之外，貓嘅勝負慾有時最令人尷尬嘅，其實係佢哋為咗面子乜都要死撐啊！有時你同佢搶玩具，或者佢自己想跳去某個位，中途唔夠力啦，計錯位，甚至跣腳跌一跌都好啊，佢通常都絕對唔會俾你見到佢個失手樣啊！好似件玩具明明都已經俾你搶返啦，但佢隻手都係要夾硬掂一下，好似想話我都有份搶啊，唔算係你贏晒噶。甚至有時佢想跳高跳遠，結果跌返落嚟，佢都會夾硬扮到好鎮定啊，一係就秒速閃走，一係就扮到若無其事，行兩步舔兩下毛，望去第二邊當冇事發生過。成個感覺就係佢唔係想掩飾失敗，而係重新寫過個劇本啊！只要連我自己都唔認，咁就唔算係輸啦。睇到呢度，相信都應該會明白，貓呢種動物天生就係將輸贏同地盤主權睇得好重啊，直情係無限放大。呢個亦都解釋到點解平時你越想教佢，佢反而越反叛啊！因為喺佢眼中，你其實係同佢喺度玩緊權力鬥爭。你喺屋企定埋嗰啲規矩同底線，佢基本上每次都想同你重新談判過。所以應付一隻好好勝嘅貓，關鍵絕對唔係硬碰硬，夾硬壓住佢啊，而係要引導佢去你想佢贏嘅方向。例如用零食獎勵去引導佢配合，或者適當嘅冷處理啊，等佢自己覺得原來配合你聽你話先至係最大嘅贏家咯。你屋企有冇一隻好好勝嘅貓啊？佢又做過咩事令你最難忘呢？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，
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讚同分享。多謝你睇到最後。ふーくちゃん、また独り占めしてますね。ストーブの目の前に一人で座って